给我瞄准了打！快抓！哎呦！去看！KO 了！现在他的大脑还是出现了问题。中国神级腿法大师洪光真了不起，在美国擂台一晚 KO 2位鼎鼎大名的美国世界冠军，是首位在美国擂台榜上有名的中国人。刁钻蛮横不讲理的腿法踢废了一位又一位美国拳王，还有他那杀人如麻、杀人不眨眼的重拳，摧毁了众多不服气、看不起中国选手的美国陆战队队员。不管对手是泰国拳王还是美国世界排名第一，只要遇到了神级腿法大师洪光，通通都撑不过一回合，不是脑袋被打烂，就是大腿被踢废，甚至连最擅长拳法的美国拳师都逃脱不了被打废的命运。极其擅长腿法且远近闻名的美国腿功专家，遇到了他也是彻夜难眠，找不到任何能与之抗衡的办法，照样逃脱不了被他踢断大腿、被担架抬走的命运。此人就是中国大名鼎鼎的腿法大师洪光。来自山东菏泽的他，从小便开始练习传统武术，在中国获取一定成绩的洪光，则是将战场转向了美国擂台。就在洪光在美国擂台连胜不败之际，突然杀出来了一位绰号犀牛的美国世界冠军。他扬言洪光就只会打一些无名小卒来冒充战绩，其实自身并没有多大的实力。既然杰克这么不怕死，那就让洪光免费给他上一课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洪光的精彩表现。白色短裤是中国勇士洪光，黑色短裤是绰号犀牛的美国世界冠军杰克。以蛮横不讲理且杀人如麻的拳法闻名于拳坛，这一次杰克将会让洪光彻底认识到美国搏击与中国搏击之间的差距。殊不知，洪光将会在擂台上让杰克认清自己的身份。美国的世界冠军满大街都是，这个冠军的含金量自然是不言而喻。虽然洪光没有太多的荣誉冠军加冕，但洪光的实力绝对会让犀牛认识到自己的不足。蒋威的同时也是 WBC 裁判委员会拿到执照的裁判员，所以他来到了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执掌这场比赛。而中国的洪光呢，他是在武林风成长起来的。他在2007年带着武林风到日本东渡佛冈参加了7对7友谊比赛，而在09年获得了 WBC 的中国区的重量级的金腰带。那么，美国的世界冠军与中国的省级冠军都不对标，就像是某市区的市级冠军，用脚趾头都能想到犀牛杰克的实力究竟是差还是优。杰克仗着自己是世界冠军，根本就没把洪光当人来看，故意吐护齿的行为就足以看出杰克是什么样的阿猫阿狗。在征战美国擂台之前，洪光曾连续蝉联5届山东省散打锦标赛冠军。刚刚说到杰克的世界冠军与中国的市级冠军对标，对比之下，洪光真要是发怒的话，杰克根本就顶不住一回合就会被无情打废。武林风决战拉松的一家 C 级的比赛当中，他是战胜了北京盛华的周东东。林峰拿不败的战务，这名队员呢，他的力量比较好。你别看他今年已经41岁，但是身体强壮，上肢力量非常好，而且有低扫腿这个技术。他在比赛场上呢善于表现，而他的这种特点和洪光有所相似。从年龄上，美国的杰克泰晤士的41岁，在体能上，先不说杰克的实力如何，他的抗击打能力绝对是在美国数一数二的厉害。硬扛洪光这么多次重击和腿法进攻，依然能稳稳地站在擂台上与洪光展开对抗。面对洪光所发起的任何一次进攻，杰克能躲就躲，实在躲不过就会用坚硬的身躯硬扛。美国总面积就相当于2个四川这么大，真要是和新疆和西藏对比的话，美国就好比是新疆的一个附属村镇。就以此来对比的话，杰克的世界冠军还不如市级冠军含金量高。这个低扫腿这么有杀伤力，他现在一直在抬自己的左腿，他怕洪光的后扫。尽管在去年的拉斯维加斯比赛当中，美国的犀牛杰克泰晤士曾经 KO 了中国的周东东，他利用什么？就是利用他的中国队的洪光啊，优势。第二回合开始了，杰克的绰号叫犀牛，他的优势就在于极具有攻击性，抗揍耐打的同时，依然能给洪光制造巨大威胁。中国神级腿法大师洪光开始出腿了。既然杰克的脑袋装备了金钟罩铁布衫，那么洪光将会对杰克的大腿发起毁灭性进攻。在美征战这么多年的洪光还是头一次见如此抗揍的美国选手，打不倒击不倒的同时，还能给洪光制造不同程度麻烦。洪光可是智商与实力结合一体的中国实力拳王，岂会轻易被一个犀牛所牵制住？打法比较凶悍。你看，他会利用这种后撤的时候，利用围绳的弹性来寻找这种进攻机会。这是转身一个后边，
哇，红光这个组合拳打得非常的精彩。这美国的杰克泰晤士呢，18岁跟父亲开始练习这个菲律宾的武术，到了16岁他就移民到了美国。犀牛的体能正在急速下降，所打出的任何一次进攻都无法精准命中红光，就算打在了红光身上，也不会给红光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看到这一幕的外国留学生打心底高兴，能在异国他乡看到中国勇士暴打他们主场作战的美国选手。与此同时，此场比赛也是经过卫星进行的全球直播，中国全迷粉丝们全部都坐在电视机旁观赏着红光的精彩表现。红光也没有让全迷粉丝们失望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美国世界冠军犀牛已经丧失了比赛主动权，红光更好的进攻的机会，因为毕竟蓝方美国的杰克泰晤士今年已经41岁，而红光今年23岁，从体能上红光肯定是占很大的优势。同时，红光通过这2年的打这个职业拳赛的锤炼，技术非常的全面。现在红光最大优势是体能的优势，而且今天红光打得非常的放松，非常的自信。尽管现在红光的这个已经挂，就是鼻子已经出血了。就算杰克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加持，那也应该有点反应了吧？挨到了这么多次重击，依然没有什么大问题，甚至连一次击倒读秒都没有出现过。看来杰克的抗击打能力绝对是美国排名第一。那么对于这种犀牛，红光要采用你的杀手锏，就是低扫腿，我把你这个牛腿给你砍断，把你这个牛角给你戳断，利用我的重拳，看。对，在进攻后传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看到裁判都看不下去了，再打下去的话，不是杰克的脑袋被打烂，就是红光的手掌被震伤。从犀牛的面部表情可以清晰看出，他依然不服气不服输。一旁的美国总负责人正在给杰克进行劝导，试图让杰克认清现实。精彩的转移地上，把犀牛腿给折断。又把牛角进行折断，加强进攻，漂亮！下面宣布比赛结果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is fight comes to an end. 赢了比赛的红光没有得到片刻的休整，很快就迎来了他当晚的第2场比赛。红光的对手是布雷克，同样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世界冠军，以刁钻恐怖的腿法进攻闻名于拳坛。殊不知，站在布雷克面前的正是中国神级腿法大师红光。挑战谁不好，非要挑战红光，就算是为了给犀牛复仇，那也不用这么着急。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弄不好布雷克非但没有复仇成功，还会把自己给搭进去。难道他是想和犀牛在医院做个伴一起治疗吗？双方那天差距有10岁，而这个克里斯丹，你不要小看他，在德国获得过 WFCA 的亚军，参加过39场比赛。刚才就是这回德国选手出了2个低扫腿的力量非常大啊，随着这个季节的增加，力度也大了。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一到现在来看，现在这个德国的比赛才刚刚开始1分钟，布雷克明显有点害怕中国勇士红光，生怕下1秒红光就会卯足了劲往死里打。本身布雷克身上就有点老伤，打了这么多年的比赛，布雷克总是用腿法进攻踢废别人的大腿，他自己的大腿也因为久经沙场受了点伤。与此同时，红光还未使出全力，布雷克就倒了下去，不知道是被吓倒的还是被真实进攻击倒的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布雷克很是害怕红光，甚至都不敢正视红光的眼睛。倒地不忍气的。对，这就是个连环运动，一扫马上了。是因为在这个比赛前啊，因为我前2天我听说红光一直发高烧，发到39度多。哦哟，就是昨天是刚刚退的烧，所以说他也告诉自己，然后让自己兴奋一点。而这个运动员有时候状态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呢还不能太急，稍微稳一点，看准一点，手还不能往下掉。红光发怒谁也拦不住，
拿着刁钻的腿法进攻和蛮横不讲理的重拳，很快就对布雷克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猛烈进攻。实在顶不住压力的布雷克很是胆小懦弱，甚至连最基本反抗都不敢实施，根本不知道布雷克在搞什么花里胡哨。除了在浪费红光的时间，不管红光实施什么样的主动进攻或者是防守反击，布雷克根本就无法给红光制造威胁。这个红光他虽然是一个散打出身的这个运动员选手，因为经过他习练这种自由搏击、泰拳，对各个国家的这种的搏击的这种认识，然后现在已经几乎没有散打痕迹了。然后进攻啊这种运作风格特别像这种自由搏击、泰拳这样国外的这样的拳术。倒计时，但是还不能放松。他还在挑逗对方红光，你把手松下，把手。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中日德三国对抗战男子70公斤的比赛，红方叫红光，蓝方是来自德国的布里斯加。这是一个后手重拳，这下很重拳。布雷克终于顶不住了，红光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世界冠军又如何？擅长腿法进攻又如何？在中国神级腿法大师面前，连个鸡毛都算不上。表示还能比赛。我估计危险了，这个时候红光一定要抓住战机了。不行了，完了。最终，红光在美国擂台依然维持着连胜不败的战绩，并且还顺手教训了2位美国选手，让更多外国人看到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厉害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红光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